有没有过这样一种夜晚，躺在床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你脸上，你们聊了很久，不是敷衍的哦，是真的在说话。你说一个很细的心情，他秒懂。你讲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他也这样想过。你感觉自己被接住了，被听见了，像终于有人跟你在同一个频率上。可是当你放下手机，盯着天花板，心里却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你明明很开心，却有一种说不清的失落。你翻聊天记录，发现大部分都是他在说他的心情，他的烦恼，他的低落。你一句一句接住，一句一句回应。他问过你最近好吗？好像问过，但只是带过，然后又绕回他自己的事了。你开始想，我们明明那么近，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重要？这种感受很难跟别人解释。如果你说我觉得他不重视我，别人会反问他冷落你了吗？他不理你了吗？你说没有，他其实对你不错，会找你聊天，会分享心事。那别人就说你是想太多了吧。但问题就在这儿，不是他对你不好，而是他明明跟你聊得来，你却像一个临时被想起的人。不是他从来不靠近，而是他只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靠近，从来没有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不是你们没有连结，而是那个连结只存在于聊天框里，一旦离开对话框，你就不确定自己算什么。好，今天我想认真跟你聊聊这件事，不是要你怀疑每一个聊得来的人，也不是让你从此不相信关系。我要帮你真正看懂，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跟你聊得那么好，却还是让你觉得自己不重要。为什么他愿意跟你说很多话，却没有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为什么他可以在需要你的时候靠近你，却在你需要回应的时候退得很远？看完之后，你会分清楚一件事，被需要不等于被重视，聊得来不等于被放在心上。真正让你安心的关系，不只是话题很多，而是你不用一直猜自己有没有位置。先从一个很具体的画面说起，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他发来一条讯息，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可能就是分享今天碰到的一件荒谬的事，或者突然问你喜不喜欢某首歌。就这样一句话，你整个人就亮了一下，你秒回，你想让这个对话继续下去，然后你们真的聊了起来。他说他最近很烦，说工作上的事，说对某些人的失望，说一些他没办法跟身边朋友讲的感受。你认真听，回应他，安慰他，理解他。你觉得他很不容易，你觉得他需要你，心里有一种很温的感觉，好像你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可是那天晚上聊完之后，他说他要睡了，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他没有发消息，你也没有主动发。你在等，等了一天，等了2天，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又是因为他有什么心情需要倒出来。你又接住了，又给了回应，又给了理解，又给了陪伴。然后你慢慢发现一件事，他会在孤单的时候找你，在低落的时候找你，在需要被理解的时候找你。可是他不太会在你难过的时候主动问你好不好，不太会在你沉默的时候察觉到你其实有事，不太会主动安排你们见面，不太会在没有情绪需求的时候想到你。你在他的生活里，好像只存在于某一种特定的时刻，那个他需要情绪出口的时刻。最让你难受的不是他完全不理你，最难受的是他明明会找你，明明聊起来那么好，却让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你对他来说是一个功能，而不是一个人。这里我想停一下，说一句可能有点刺耳的话，但我觉得很重要。聊得来不等于被放在心上，被需要不等于被重视。他愿意跟你说心事，不代表他愿意照顾你的心。很多人在关系里之所以陷进去，出不来，一直等，一直猜，根本原因不是他太坏，也不是你太傻，而是你把情绪连接误认成了关系投入。这两件事看起来很像，但完全不同。情绪连接是什么？是他现在有情绪，
需要出口。他找了你，你们聊得很投，他感觉被理解了，你感觉被需要了。那个当下是真实的，没有人在演，没有人在骗你，但情绪连接只存在于那个当下，当下结束了，连接可能就暂停了。关系投入是什么？是他在没有情绪需求的时候，也还是把你放在生活里，他会主动靠近，会顾及你的感受，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会让你在这段关系里越来越安心，而不是越来越不确定。他不只是在需要聊天的时候想到你，而是他的生活里有一个位置是你的。真正让你痛苦的那种关系，不是完全没有连结，而是只有连结，没有投入。只有他需要你的时候的靠近，没有他不需要你的时候的放在心上。只有情绪上的交换，没有关系里的承担。只有聊天里的亲密，没有现实里的稳定。你说不清楚哪里不对，但就是有哪里不对，那个不对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人听到这里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想太多？是不是我对关系的要求太高？是不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需要确定感的人？我想先说，你没有想太多，你感觉到的那个落差是真实的。但我也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在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之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那么容易因为一个人跟你聊得来，就把对方放进心里？这件事其实跟他怎么样没有完全的关系。很多缺爱的人，很多习惯照顾别人情绪的人，很多习惯当那个理解者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他们太久没有被认真听见了。你习惯听别人说话，习惯接触别人的情绪，习惯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出现。可是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地问过你，你呢？你最近怎么样？你心里那个一直压着的东西是什么？你说了那么多道理，那你自己呢？所以当一个人突然愿意跟你说很多，愿意把他的脆弱放到你这里，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也信任我？是不是也把我当成特别的人？是不是我终于有一个位置了？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珍贵。你没有做错什么，但你要小心一件事，你以为他把脆弱说给你听是因为你特别，但有时候他把脆弱说给你听，只是因为你安全，你不追问评判，你接得住，不会让他不舒服。你让他说话很轻松，让他道出来很容易，让他感觉被理解，但又不用付出太多代价。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你的能力，只是这个能力很容易让人忽略你真正需要什么。你以为你们很亲近，其实可能只是你很会接住他。这句话可能会刺你一下，但我希望你能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认真回想你们的聊天记录，你会发现大部分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听他说，在给他回应，在理解他，在安慰他，在替他想办法，在陪他走过那些低谷。你很少真正说出你自己的事，或者你说了，但他没有太认真接，可能点到就带过，然后又绕回他自己的事。他不一定是故意的，也不一定是坏人，但如果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你就要开始问自己，这段关系里谁在被照顾，谁在照顾人。如果你觉得我讲到了你，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每周都会聊这类说不清但很重要的感受。现在我想继续说，为什么这种关系那么难放下？如果一个人从头到尾都冷淡，从头到尾都不理你，从头到尾都让你感觉不到任何温度，你反而可能比较容易清醒。人对一个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东西的人，相对容易死心。最难放下的是那种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又很远的人。他不是完全不在乎你，他会出现，会聊天，会说一些让你心动的话，会在某些时刻让你感觉到自己被需要，甚至被选择。可是下一刻他又不见了，又变得很忙，又冷淡了，又没有主动找你。这种忽冷忽热的模式，对大脑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刺激。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间歇性强化，简单说，不稳定的给予反而比稳定的给予更让人上瘾。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靠近是什么时候，
所以你会一直等，一直在意，一直把那些靠近放大，反复看，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些确定感。你会把那些聊得很深的夜晚反复回想，把他说过的某些话反复读，对自己说，你看，他说只有我懂他，他说跟我聊天让他觉得很放松，他说他很少跟别人说这些，这些是真的吗？是，那些话可能是真的，但你要区分的是，那是他在那个当下的真实感受，还是他对你这个人的长期重视。一个人在低谷里倾诉，在孤单时靠近，在需要被理解时说出脆弱，那个当下的连结是真实的。可等那个情绪过了，等他不再孤单了，等他不再低落了，他有没有还是把你放在心上？他有没有在不需要情绪出口的日子里也还是想到你？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不只在需要你的时候出现，他在生活正常的时候也会想到你。他在你没有发消息的时候也会主动问你最近好不好。他在你说我还好的时候也能感觉出你其实不太好。他不只把自己的脆弱放到你这里，他也愿意接住你的脆弱。他不只让你听他说，他也真的想听你说。他不只在孤单的深夜找你，他在天亮之后也还记得你的事。被需要和被重视真的不是同一件事。被需要是他孤单、无聊、低落，需要出口的时候找你。被重视是他在生活正常、情绪稳定，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时候，也还是把你放在生活里。被需要是他把情绪放到你这里。被重视是他也会在意你承不承受得住。被需要是你让他舒服，被重视是他愿意让你安心。你感觉得到这个差别吗？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我想说，聊得来这件事本身有时会制造一种很强烈的错觉，让你以为你们之间有某种很特别的东西。你说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他秒懂。你描述一种很细的感受，他说他也有过。你们在很多事情上刚好都有相似的看法，相近的情绪，类似的生命感受，你会忍不住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另一个我？这种相遇是不是命中注定的？这种感觉很美，也很真实。但你要知道，那叫共鸣感，不一定等于喜欢，不一定等于重视，更不等于这个人愿意认真走进你的生活。共鸣只说明你们在某个频率上碰到了，不说明他有没有想深入了解你，不说明他在聊天以外有没有真的对你这个人好奇。这里我想说一个很关键的区别，有一种东西叫分享欲，有一种东西叫探索欲，很多人分不清楚，所以很容易受伤。分享欲是我想把我的世界告诉你，我想让你知道我今天发生了什么，我想告诉你我的感受，我想跟你说我的脆弱，我想让你看见我的生活。分享欲说的是我，探索欲是我想知道你是谁，我想知道你的过去，你的家庭，你的遗憾，你的习惯，你的性格为什么变成这样，你心里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部分。探索欲说的是你。一个有分享欲的人会一直说自己的事，一个有探索欲的人会一直想靠近你。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不只有分享欲，他有探索欲。他不只是想让你听他说话，他想知道你是谁。他不只想把自己的世界倒给你，他想走进你的世界。你回想一下你们的相处，他有没有问过你，你为什么喜欢这件事？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孩子？你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什么一直没有解决的东西？你最怕的是什么？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如果他大部分时候只是在说他自己，只是在让你理解他，接住他，却很少真的停下来想认识你，那么你要告诉自己一件事，他有表达欲，但他不一定有探索欲。他愿意说自己，但他没有真的想了解你。聊得来不是因为他真的把你放在心上，而是因为你很好倾诉，你很会接住他，你让他说话很轻松。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没有话聊，而是聊了那么多，他还是没有真正看见你。你以为你们很亲近，其实可能只是你很会承接他的情绪，而他刚好需要一个人承接。
说到这里，我想说一件很重要的事，这种关系的消耗，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你的身体知道。每次跟他聊完，你没有觉得轻松，反而觉得某种说不清楚的疲倦。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喜欢跟他聊，那个过程是好的。可是结束之后有一种空，就是那种我付出了很多，但好像什么都没有拿回来的空。你开始等他的消息，开始因为他的秒回开心半天，因为他迟回或没回难受很久。你开始反复看你们的聊天记录，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些确定感，找到一些他在乎你的证据。你开始自己解释他的冷淡，告诉自己他最近很忙，告诉自己他不是故意的，告诉自己你可能真的想太多。你不断替他找理由，却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你需要一直替他找理由？一段让你安心的关系，不应该让你一直需要找理由说服自己，他其实是在乎你的。一个真的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不会让你一直猜，他会让你知道你有位置，不是用一大堆话告诉你，而是用行动让你知道。他会主动靠近，不会让你一直等。他会在你表达需求的时候认真回应，不会让你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一种打扰。他会在你沉默的时候感觉出你有事，不会等你说了才假装重视。他会让这段关系有修复，有靠近，有稳定，让你在里面越来越安心，而不是越来越不确定。你以为你难受是因为他偶尔不理你，但真正让你难受的是这段关系缺乏稳定。你以为你需要的是更多聊天，但真正让你需要的是确定感。你需要知道，你在他的生活里有一个真实的位置，不是临时的，不是他孤单了才出现的，不是他需要你才记得你的。有一件事对缺爱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如果你很容易因为一个人跟你聊得来就把他放进心里，不代表你太傻，也不代表你太好骗，你只是太久没有被认真听见了。你习惯照顾别人的感受，习惯让自己不占位置，习惯把自己的需求缩到最小，习惯说我没事你说你的，可是心里其实有一个地方一直在等一个人真的停下来问你，那你呢？你最近过得好吗？你心里那个一直压着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当一个人突然出现，愿意跟你聊，愿意把脆弱说给你听，让你感觉自己被需要，你会忍不住觉得，这是我终于被选择了吗？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特别的人？我是不是终于在一段关系里有位置了？那种感觉太久没有了，你很珍惜，可是你要分清楚，他把脆弱说给你听，和他真的重视你，是两件不同的事。你不是放不下一段聊天，你是放不下那个好像终于被理解的自己。你放不下的不是他，你放不下的是那个感觉，那个有人在听我说话，有人把我当一回事，有人让我觉得我是特别的感觉。你值得拥有，但你要拥有的是一个真的重视你的人给你的那个感觉，而不是一个只在需要情绪出口时才想到你的人偶尔给你的那一点温度。好，现在我想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如何分辨一个人有没有真正把你放在心上？不是从聊天记录看，不是从他说了什么话看，是从他的行动看，从这段关系的稳定性看，从他如何回应你的需求看。你可以问自己几件事。第一，他有没有在没有情绪需求的时候也主动想到你？第二，他有没有在你表达感受之后认真接住，而不是带过？第三，他有没有让你感觉你说的话他有放在心上，不只是当下点头，之后也还记得？第四，他有没有在关系出现冷淡或距离之后主动来修复？第五，有没有让你随着时间越来越安心，而不是越来越不确定？第六，他有没有真的问过你，不是那种最近好吗的礼貌性问候，而是真的想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长成现在这样的？你的过去是什么？你的脆弱在哪里？你心里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也被照顾了？不是只有你在照顾他，而是他也在照顾你。不是只有你在接住他，而是他也愿意接住你。
不是只有他在说，而是他也真的想听你说。如果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那你就要开始认真问自己，这段关系给你的是真实的重视，还是短暂的情绪连结？我不是叫你马上做什么决定，也不是说聊得来的关系都不值得，我只是希望你能看清楚，你真正需要的不是只是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在聊天之外也还是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一个在你不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记得你的人，一个不只在孤单的深夜找你，也在普通的白天想到你的人，一个不只让你接住他，也愿意接住你的人。有些关系最伤人的地方，不是没有亲近，而是亲近之后依然没有位置。你以为你难过是因为你想太多，其实你只是太清楚感受，太清楚那个落差在哪里。那个落差不是你制造出来的，那个落差是真实存在的，是情绪连接和关系投入之间的那个距离。你感觉到了，很正常，那说明你对关系是有感知的。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亲近，什么是假装的亲近，但我希望你也能把这个感知用在自己身上，用在问自己，我愿意给出那么多，我有没有也值得收到这么多？我愿意接住别人，有没有也让自己被接住？我愿意认真听别人说话，有没有也找一个认真听我说话的人？不要只因为一个人聊得来，就把自己放得很深。聊得来是好的开始，但只是开始。你要看的不只是话题有多顺，而是这个人有没有在行动里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你，有没有在不需要你的时候也还是想到你，有没有在你脆弱的时候也还是稳稳的在，有没有让你慢慢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有一个不会消失的位置。我也想说一件关于你自己的事，如果你在听完今天这些之后开始想到某个人，开始觉得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落差，我一直说不清楚，但就是这样。那么我想说，你不是太敏感，也不是要求太高，你感觉到的那个落差是真实的。你值得一段不用一直猜的关系，你值得一个不只在需要你的时候才想到你的人，你值得一段让你说完话之后心里是踏实的，而不是更空的关系。这些不是很高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被放在心上的感觉。可是很多在关系里习惯让自己缩小的人，习惯了没有位置，习惯了猜测，习惯了把别人的偶尔靠近放大成证明，反而会觉得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不是的，你只是太久没有被好好对待，所以忘了那才是你本来就应该有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今天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聊得来不等于被重视，被需要不等于被放在心上。他愿意把自己的脆弱说给你听，不代表他愿意走进你的内心。他让你觉得你们很亲近，不代表他打算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情绪连接是真实的，但情绪连接不等于关系投入。一段关系要让你真正安心，需要的不只是话题，不只是共鸣，不只是那些聊到深夜舍不得结束的感觉，需要的是他在行动里把你放进了生活，需要的是他在没有情绪需求的平凡日子里也还是记得你，需要的是他在你需要被接住的时候也愿意伸出手，需要的是你在这段关系里不用一直猜，一直等，一直替他找理由，一直说服自己他其实是在乎你的。真正让你安心的人，不只会跟你聊，也会在行动里让你不用一直猜。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一段特别低落的时期，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每天陪你聊天，听你倒苦水，分享你的心情，半夜你睡不着他也在，你们聊得那么深，有些话你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可是你跟他说了，你觉得他懂，你觉得你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是真的，觉得这个人出现在你最低的时候一定有他的意义。你记得那些聊天的夜晚，记得他说的某些话，他说从来没有遇过像你这样的人，说跟你聊天让他觉得很放松，说只有你懂他。你把那些话收进心里，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可是后来的某一天，
你才慢慢发现，你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彼此。你知道他的低谷，他的烦恼，他对某些人的失望，他说不出口的委屈。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孩子，不知道他心里最深的那个渴望是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也不知道你这些，他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那些说不清楚的不安，不知道你习惯让自己缩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你心里那个一直没有被照顾到的部分在哪里，不知道你值得什么样的对待。你们聊了那么多，却没有真正认识过对方，那不是深度的喜欢，那是低谷期的情绪依附，加上频繁分享制造出来的亲密错觉。那束光可能不是他给你的，那束光是你在最需要被救的时候自己投射出来的。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残忍，但我真正想说的不是这段感情是假的，不是那些深夜的聊天没有意义，也不是你的感受不值得被认真对待。我想说的是，你要分清楚，你喜欢的是这个人，还是喜欢那个被他接住，被他听见，在他面前终于不用缩小自己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喜欢的是一个人，其实我们喜欢的是那个感觉，那个终于被看见，终于被需要，终于好像有位置了的感觉。那个感觉你值得拥有，你值得让那个感觉成为真实的，而不是偶尔的，不是只存在于某个人低谷时找你的那几个深夜。真正的喜欢不是只有分享欲，是有探索欲。一个真的喜欢你的人，不只是想把他的世界告诉你，他会想走进你的世界，他会问你，你为什么喜欢这件事？你小时候是什么样？你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走过来的？你心里那个说不出口的东西是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最常想的是什么？你最怕什么？你最渴望什么？你是怎么一点一点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他会对你这个人感到好奇，不只是对跟你聊天这件事感到轻松，他不只是让你听他说，他也真的想听你说。他不只是让你理解他，他也试着去理解你。他不只是在需要情绪出口的时候找你，他在任何一个想到你的时候都愿意靠近。这就是探索欲和分享欲最根本的差别。分享欲的方向是我想表达我自己，探索欲的方向是我想靠近真实的你。如果他有的只是分享欲，那他需要的是一个出口，你只是刚好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他有探索欲，那他需要的是你，不是任何一个刚好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而是你这个人。所以这段关系里那个有时候觉得很近，有时候却很空的感觉来自哪里？它来自他有分享欲，但你不确定他有没有探索欲。他愿意说很多，但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想了解你。他靠近你，但那个靠近是因为你刚好让他舒服，还是因为他真的想知道你是谁？你感觉得到那个差别，那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们明明聊得来，你却还是觉得自己不重要。因为被说话说到不等于被放在心上，因为让人舒服不等于让人珍惜，因为成为别人的情绪出口和成为别人真心选择的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我知道这些话说起来很清楚，但在现实里要做到很难，因为那种聊得来的感觉真的很好，那种被理解的感觉真的很珍贵，那种好像终于有人懂你的感觉真的很让人舍不得放手。而且他不是完全不在乎你，他真的会出现，真的会聊，真的有时候让你感觉到温度。所以你会一直在这里面等，等他更稳定，等他更主动，等那个聊天里的亲密有一天能够变成现实里的认真。可是你等的过程一直在消耗你，你在等的每一天都在反复问自己，是不是我不够重要？是不是我哪里不对？是不是我要求太多？是不是他只是现在很忙？是不是我应该再等等？这种反复的自我怀疑是很耗力气的事，你的力气是有限的，你的安全感也是需要被补充的，不是一直被消耗的。你可以给一段关系时间，但你也需要开始看，这段关系里有没有东西在往前走，有没有越来越稳定。
有没有越来越有位置？有没有在慢慢把你放进他的生活，而不是只让你活在他的聊天记录里？如果没有，你要对自己诚实，不是要你马上离开，也不是要你变得冷漠，不再相信任何人，而是要你停止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一个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的人身上。把那些力气留一些给自己，留一些给那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你，留一些给下一个也许真的会走进你的生活。认真问你是谁的人。我想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说一件关于你自己，关于你以后遇到的每一段关系的事。下一次你又遇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请不要急着把那个心动解释成我终于被选择了。你可以享受那个聊得来的感觉，那种感觉没有问题，值得被珍惜。但是请你同时保留一点清醒，停下来看看，除了聊天以外，这个人有没有真的走向你？他有没有主动想见你，不是你提了他才说好？他有没有在你说我不太好的时候多问一句怎么了？你愿意说吗？他有没有隔了几天之后还记得你上次说的某件事，问你后来怎么样了？他有没有让你感觉你在他的生活里不是随时可以替换的那个人，而是他认真选择的那个人？聊得来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终点，也不是证明。真正让一段关系成立的，不是你们有多少共同话题，不是你们能聊到多深，不是他说过多少让你心动的话。真正让一段关系成立的，是他在现实里一次一次选择你，是他在行动里告诉你，你在他心里有位置，那个位置是稳定的，不是偶尔才出现的，不是他孤单了才记起来的。被需要的感觉很好，但你值得的不只是被需要，你值得被重视，被好奇，被认真放在心上。你值得一个人在你说话的时候真的在听，在你沉默的时候也感觉得到，你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也刚好在，在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也还是记得你。你值得一段让你越来越安心的关系，而不是一段让你越来越不确定的关系。你不是放不下一段聊天，你是放不下那个好像终于被认真看见的自己，那个被看见的感觉。你值得真实的拥有，不只是暂时的，不只是某个深夜，不只是他需要一个人理解他的那一刻，而是有一个人在普通的每一天，也还是记得你，也还是想了解你，也还是把你放在心上。那才是真正的被放在心上，那才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感觉应该来自的地方。希望你能等到那样的人，也希望在等到之前，你能先好好对待那个一直在接住别人，却忘了让自己也被接住的自己。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你对这个聊得来却感觉不重要的落差有话说，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或故事。你觉得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真正被重视的？你又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的？我非常想听听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点赞并分享给可能也在困惑的朋友，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每周都会聊这些说不清但很重要的感受，帮你把那些模糊的直觉慢慢看清楚。我是你的博主，我们下期见。